救命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这边，他人来了！干嘛呢？快走！快救救我们！还好，我勉强能够听到，也还能帮到他们。但无论驱动神使还是卫灵，这些手段也只能略微缓解现在的困境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而且，随着我的负担不断加剧，没关系，希儿，你不用顾虑我这边的负担。既然我们已经决定了这么做，那当然要力所能及的做到最后。希儿，你还好吧？还坚持得住。外面的情况怎么样了？不能说是平安无事，只能说看起来多少争取到了时间。在小柱的引导下，民众姑且安然无恙。这边也不用担心，有你们的十之律者在，发一些针对那些鬼魂的广播，自然轻而易举。不过，既然月光还是越来越暗淡，那么出现第一个牺牲者，也只会是时间问题。行了行了，这谁不知道啊？你一个博士，我们请你来是解决问题的，不是听你说丧气话的。不管怎么说，两位希尔为我们争取到了来之不易的时间，不能浪费。大家的确需要争分夺秒展开建设性的讨论，确定新的应对方案。那么长话短说，你直接开始吧，米斯特林。怎么，你就没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我以为身为始作俑者之一的你，已经想到了什么。普罗米修斯，你这样使用词语，只会让大家更误解我呀。不过，有一点确实如此。在诸位量子之海的冒险者面前，我愿意再班门弄斧一次。让我们回顾一下稍早之前的情况。因为两个希尔在两个世界之间的往返，促使他们成为了独立于前任高塔贤者之外存在的第二任高塔贤者。这导致两位高塔贤者同时存在，也触动了世界的规则，暂时激化了崩溃现象。而且正如前任高塔贤者本人所说，他自己也并不通晓世界的全部规则。那当然了，按你们的说法，他就是个新生的圣痕嘛，怎么可能什么都知道？所以先前我们以为是因为我们触犯了贤者唯一这条规则，世界才会陷入不稳。但如果事情并非如此呢？你不会是想说，实际上我们还触发了其他位置的规则吧？那你的解读还真够随意呀。是否随意暂且不谈，但大多数天然的产物，支配其存在的规则，的确都非常单纯。就像整个宇宙的物质分布，其实决定于大爆炸时的量子涨落。自然界中那些纷繁复杂的现象，往往是由极其单纯的法则，经过种种迭代、映射或繁衍最终形成。类似律者降临这样过于接近游戏规则的事物，在人类的观测史上也仅此一例。而中烟之茧的存在，恰恰证明了它并非纯天然的系统。不愧是薛定谔博士，解释得非常立体。不过，石宇绮罗小姐，你是不是太心急了一些？我刚才想说的是，
在岩雪圣城和沙铁国度这两个世界之间，或许存在着某个更加庞大的、不同于一般世界炮的规则。唯一的规则，并没有什么高塔贤者不可共存，或者高塔贤者不能离开高塔，只有高塔贤者可往返于两个世界。甚至如今世界趋于崩溃的事实本身，都是这条唯一规则的外在表现形式罢了。从一开始就只存在一条规则，因为它，高塔贤者才会如此恰如其分地成为世界的一部分，也因为它，世界才会走向崩溃。米斯特林，你认为这条唯一的规则是什么呢？这个嘛，不知道。先来一步的前任高塔贤者都还没摸索清楚的事情，我又怎么会立即顿悟呢？我只是想告诉大家，不搞清楚这条唯一的规则到底是什么，我们就没办法指定下一步的行动方案。至于如何发现这条唯一的规则，那可真就超出我的能力范畴了。我最多能推测出世界崩溃的结果是两个世界炮会互相融合湮灭。说了半天，除了预告一个世界末日，你这不是等于什么也没有说吗？确实，我只是发现了一只没有指针的罗盘，无法为大家提供实际的贡献。但此刻的我的确毫无保留。没办法，谁让把你们卷进这件事里来的人是我呢？还债是天经地义的吧？原来你还有这份自觉呀。让我想想，还有什么能够作为补充信息呢？哦，就从我利用了一些手段把两位希尔带到这里的事情开始讲起吧。当时你们被分到了两个不同的世界炮，对吧？前任高塔贤者说，这是为了以我们作为范本，寻找阻止世界分裂的手段。是的，具体来说，我在量子之海中进行渗透的方法，竟然在长空室的虚数起点附近也能生效，这本身就是一个疑点，也从另一个角度促使我思考唯一规则的存在。不过，我此刻要指出的是，当时考虑到贤者的诉求，我其实放宽了边界的渗透性，这或许也催化了0015号的诞生，某个灰蛇的死亡，以及……这么说吧，前任高塔贤者想要的是非人之人与人类良好结合、互相促进的范本。大家想必也能明白，观察实验的范本当然多多益善，而除了来自圣痕的希尔小姐之外，在我所知范围内，还有一位朋友也具备同样的条件。你是说石之律者？好嘛，我本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，你居然还敢提啊！就为了这个目的，你把我暗算到这里？难道我堂堂石之律者就只能做个备用范本吗？原来他在意的是这一点吗？并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既然是范本，你这边当然也不会只有一个人了。一开始我的计划当然是像希尔一样，把你和浮华分别带到岩雪圣城和沙铁国度。可是计划执行过程中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状况，只有石之律者成功降临，而浮华却不知所踪。啥？不必担心，虽然我不能确定发生了什么，但正常来说，这次失败的传送不会对他造成任何实质性的损害。至于浮华是仍然留在本真世界，还是被投送去了哪里，以他的实力，我想倒也不会出什么问题吧。确实，那个老古董才不可能被你这种级别的喽啰暗算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老古董没能顺利进入岩雪圣城，也可能和那个唯一的规则有关？不愧是石之律者，立刻就能举一反三。是的，你和浮华之间的差异，
你们2人和2位希尔之间的差异，或许就是指向唯一的规则的第1把钥匙，再加上2位希尔从2个世界里感知到的各种异同，我们就有了第2把钥匙。你说的这些的确很有启发，但仅凭这些空中楼阁一般的思路，不要说推断唯一的规则究竟是什么，就连确证它的存在也非常困难。的确，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线索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只能一边维护世界的秩序，一边开展调查，还真是麻烦。苏珊娜，从刚才开始，你听懂他们在说什么了吗？可不可以给我解释一下？抱歉，我也是一头雾水。啊，你不是他们的同伴，而且还是唯一一位正式女武神吗？你这么一说，我觉得更抱歉了。说不定我们还拥有指向唯一的规则的第3把钥匙，不过不在我手上哦。在我们当中，还有一个人隐瞒了自己知道的线索，没有和大家分享呢。哦，我当然会承担起把大家带入险境的责任，但是谁一路尾随我和普罗米修斯从量子之海来到这个世界？是谁一见面就出手试图刺杀我？显然是携带着某种任务或者使命。是谁在和你们相处的过程中，隐瞒了自己来到这里的真实目的，并且不断把矛头指向我和普罗米修斯？你从未真正亮出过自己的底牌，不是吗？来自量子之海的刺客小姐石宇绮罗。